天桥算命，老外想让我给他看相。我古怪地道：朋友，你已经死了呀。印堂发黑，唇齿含青，人中藏煞，神服肉虚，你莫非是在走尸？旁边的人扑哧就笑了。印堂发黑，算命的，你说的很有意思，可人家是个黑人。我面无表情道：但我是茅山掌门。话刚说完，黑人脸色一僵，突然倒地。我叫李相柳，目前来说是茅山第433代传人，但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的。只要我师父不在，那我就是当代茅山掌门，中国茅山第一人。此刻我人在美国，刚下飞机。为了赚钱填肚子，我在纽约人民公园对面的解放碑前支起了算命摊子。算命的英文叫 fortune telling， 当然为了便于阅读，接下来所有可能出现的英文我都已经翻译成了汉语。支起摊子没多久，就有好多老外看了过来。我抖了下招牌，本人专业看相、看运势、看桃花、看财运，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都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喽。人群拥挤，不少好奇，有人甚至录起了视频。这是什么？东方的巫术吗？看着挺有意思。马丁，我们试一试吧。几个人高马大的老外站在了最前面，其中还有一个黄种人。他扶了下眼镜，眼神带着明显的鄙夷。别试了，这是我以前国家骗人的把戏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这人铁定是个偷渡客，等下我就报警抓他。偷渡？该死，怎么这么多黄种人都往美国来？人群议论，我眨了眨眼，压根没想到异国他乡第一个找麻烦的竟然是个老乡。像是看透一切般，他言辞凿凿对所有人道：什么看相算命，不过是一种靠话术欺骗人的手段。相比这种，我更相信西方的塔罗牌，那才是真正的奥妙。对，不过不算命，麻烦你往后稍，撑个大定立在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摊主。眼镜男闻言不在意地扶了下眼镜，我可有绿卡，不像你，模样很是傲气。他同伴却是笑了，托米，别这样，我喜欢这个中国妞。推开他，这人走到我面前就蹲了下来。我喜欢这种奇幻的东西，你给我算算，我给你$5，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介绍工作，就像托米一样。我自然听到了他们的聊天，毕竟他们压根也没逼着我。抬头冷淡看了一眼，只是这一看，我突然怔住，淡淡的湿气迎面飘来，我神色立刻古怪起来。朋友，你已经死了呀？所有人一愣，我指着他面相就一个一个点了起来。印堂发黑，唇齿含青，人中藏煞，神服肉虚，你莫非是在走尸？噗，哈哈哈！眼镜男喷笑。印堂发黑，算命的，你说的很有意思，可人家是个黑人。我面无表情道：但我是茅山掌门。话刚说完，我眼前的黑人脸色一僵，腿一软，突然就在我面前跪了下去。人群惊呼：喂，不给钱也不用这样啊！我伸出手指在他面前摇了摇，毫无反应。再一看，死了。眼镜男又笑了，演得还挺像，又对老外道：老板，别跟他玩了，这种女孩我能给你找一堆。他伸手就碰了下他老板的肩膀，砰！黑人老外直直倒在地上，头一歪，面如死灰，眼瞳发白。他死了？怎么回事？难道那个中国人说的是真的？报警！快报警！尖叫、震惊、混乱，而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后果，我不会被当成杀人犯吧？转头看见眼镜男，哦，你把你老板推死了。我指着眼镜男，面露10万个震惊。不，怎么会？眼镜男抱着手，都不知道往哪放了。警察很快来了，我和眼镜男连同一个拍摄了视频的油管博主全部被带走。因为黑人老板情况特殊，我们直接被带到了就近的一家医院，并立刻被分开问话。而由于视频太高清了，事情的发展一目了然。唯一的疑点就是黑人老板的死因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眼镜推死的。少林寺看过没有？李小龙、成龙知道吧？说不定眼镜在中国的名字就叫屎壳郎，刚才就是他用一招罗汉翻天印，直接把他老板拍死了。我建议你们多查查他，我就没什么事了。一个相信算命的小姑娘能有什么坏心思？脑子都不好的。我信誓旦旦交代。审问我的警察是一个高个白人女性，很干练，气质很冷。她翻了下档案，很直接道：你没有签证，怎么来的美国？我心里一咯噔。哦，这个呀，我穿越过来的，麻烦问一下，没签证是不是能把我送回去啊？机票能报销不？实在不行，我有个老板，人特别好，你帮我联系联系他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很是无害。女警官头也没抬，翻着档案又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一一如实回答，毕竟这本来和我就关系不大。最后临出门，女警官说，由于你现在牵扯一起杀人案，你现在不能离开，待事件查清后，我们会将你遣送回国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叹了口气，吐槽了声好倒霉，我找了个沙发躺了下来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再没人来问我。不过很快，关押室外传来骚动，我依稀听到什么尸体消失了，法医被杀之类的话。没多久，女警官打开了我的房门，她额头还挂着汗珠，快速问道：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？我猜到了什么，反问：法医鉴定那黑人是什么时候死的？
倪警官略一犹豫，开口：6天前。6天？死了6天还能动，而且是白天，难不成真是丧尸？可那夸张的拟人度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想起那黑人老板没被我发现前与真人无异的举止，有些疑惑。不仅白天能动，还能像老家的尸奴一样模仿真人，这么特殊，难不成他是个串？这谁出的鬼呀？我正想着，门砰一声又被打开，一个年轻警察慌乱道：“杰西卡，又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。”怎么啦？年轻警察面露恐惧，法医的尸体不见了，停尸间有奇怪的声音。杰西卡脸色难看至极。我适时举了下手：“警官，要是我能帮你们找到那2个人，能送我回家不？”我被带出门，转了个方向，和眼镜几个嫌疑人关进了另一间房。经过几分钟的冷静，杰西卡断定这起事件是一起有组织、有预谋、有后续的恐怖袭击，有相当数量的犯罪分子企图在大米帝国掀起恐怖的宗教活动。法医维克多已经被收买，但我杰西卡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。这座大楼已经被封锁，我要每一个人行动起来，找到那2个人的位置，将他们的真面目公之于众。这中间我也不是没想过劝他，但他就像是被渣男骗过100次，强得可怕，骗不了一点点，真是让倒是难做呀。被关起来后，天色已半入黄昏，医院人不多，保安也被杰西卡抽调，帮忙找人，一群人风风火火地行动了起来。楼下吵闹，我被关在5楼一间杂物室，并且铐上了手铐。而我拉开百叶窗，竟看到一层淡淡泛黄的湿气晕开在窗户玻璃上。楼下那停尸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整座医院大楼的湿气正在以恐怖的速度浓郁，形势很不妙啊。喂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才被关在这里，你就不知道要道歉吗？我转头，眼睛难恨恨地看着我，你就不感到愧疚吗？我还没说话，关一起的油管博主却开口了。不，所有人都看到这位女士没有碰你的老板，唯一和你老板有身体接触的是你，所以说犯罪嫌疑你是最大的，怎么能怪她呢？油管博主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，皮肤略带麦色，显然是个户外爱好者。之所以没走，我觉得纯粹是为了作死。你好，我叫艾丽，很喜欢你们国家的文化。李向柳，叫我李或者柳都可以。眼镜男挑眉，他可是个偷渡客，马上就要被遣返了，你还和他交朋友，关你屁事。艾丽毫不留情。眼镜男噎了下，终究没有再说话。艾丽转过头，警方没有指控你的证据，估计你很快就能出去了，我先走了，给你留我的电话。我收下电话，不过看了眼窗外，我拦下了他。我掐指一算，今日不宜出行。艾丽疑惑，眼镜男斜瞥一眼，神神叨叨的，真把自己当茅山掌门了。我一看他的面相就乐了，他不行，不过你可以，而且今天你一旦独行，就能得到一份新工作。什么意思？眼镜男看了过来，他老板一死，他的工作就已经没了。我指着楼下，我刚听说你老板正在楼下招聘员工，你现在下去，一定能成为他的心腹大将。眼镜男破口大骂，放屁！我老板已经死了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还别不信！我说话间，手里的牙签一挑，我的手铐松开掉在了地上。艾丽目瞪口呆。眼镜男，你想干嘛？我喊人了。你急着投胎呀？我揉了揉手腕，不紧不慢地翻开袖口，取出了藏在衣袖内衬的一张符纸。这趟出门差点没穷死，剩3张符还是从天桥同行摊子上顺的，打一张少一张，所以这一局一定要稳健。楼下的，先给你来个后羿大招。我以指代笔，凌空画符，天阳地阴，2气化神，3光普照，吉耀临门，诸邪莫入，水火难进，门神护卫，杀鬼诛精，急急如律令。去！一道灵光灌入符纸，符纸一抖，瞬间窜出窗户，急奔而下。眼镜男2人看到这一幕已经是震惊。我不无炫耀地说，看，我真是茅山掌门吧。2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。我看向窗外，2位，想象现在就是丧尸围城，我们已经被尸人围困了，我们在5楼，来，听听尸人到几楼了。我甩出的是一张退煞符，诸邪退煞，原本是用来守护家宅，悬在门庭上的。不过我一般用来大范围找怪，特别合适，绝不是因为我没房子。退煞符很快停在了3楼，并急速飞了进去。我侧耳倾听后续，伴随一声惊叫，符纸应该是打中了人。随后我听到了人声：敌袭！注意窗口，山姆你怎么样了？该死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回头，看来尸人已经混进好人队伍了，我们得快点出去。2人3观有些崩塌。不对，这肯定是你的戏法，魔术纸对不对？眼镜男强行解释。艾丽却是看出那根本不是魔术纸，紧张道：你的意思是丧尸就在楼下？那我赶紧让他们放我们出去。我摇头，没用，他们不会信。不过我有办法出去，只是需要你们配合。我看向眼镜男，露齿一笑，随后我2步就到了门口。快来人啊！我知道谁是幕后主谋，他就在这里面，戴个金丝眼镜。眼镜男急了，你胡说！马德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他气恼冲过来打我，我转身就是一脚。他痛哼一声，抱着小腿跪倒在地。听，他都承认了。我承认尼玛。
门外这时也有了动静，有人赶来，终于要承认了吗？把他们两个带出来。开锁，几个大胖警察立刻冲了进来。我也不反抗，顺从的出门。倒是眼镜还想辩解，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，吃了一个耳光。我一脸担心地问他：“你没事吧？别怪我，我也只是为了自保。”他抬起头，眼镜狼狈地挂在半边鼻子上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要是让我出去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咦，他还挺入戏。我咬起唇，表情委屈又难过。怪我，你就知道怪我。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，你就瞒着我，现在一出事，你就又把所有事怪在我身上。可你告诉我，除了自首，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所有人都被抓了，整栋楼都是警察，马丁他俩也逃不出去，我们完了，没希望了。眼镜发懵，什么计划？你在说什么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马丁的名字？我情绪彻底爆发。别演了，难道你忘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眼镜目瞪狗呆。门口几个警察皱眉，互相耳语。大明湖畔可能是他们的据点，这个夏雨荷看来对这个男人很重要。他俩果然认识，杰西卡的猜测是对的。我表情一收，转头看向那几名警察，带我们去停尸间，我们会把马丁和老维克多找出来。几名警察对视，你的手铐怎么解开的？把这个忘了。他解开的。艾丽指着眼镜，一脸兴奋。下楼。艾丽有些害怕，跟得我很紧。刘，你不是说下面是丧尸吗？那我们不应该往上跑吗？中国人战术中没有缩头等死，我们讲究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而且再说了，我悠悠道，我就摆摊挣点路费，平白放条死尸过来，真当我好欺负？本地的帮派太没有礼貌了。湿气浓度还在增加，到3楼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有东西在楼里，阴冷的气息四溢，有东西在往上爬。我示意艾丽小心，随后进了3楼。这里场面稍许狼藉，一个白人倒在了木椅碎屑中，几个医生正在施救。押送我们的警察简短告诉了杰西卡我们的事。他眸子落过来，声音带着气愤：“你们的人袭击了我的同事。”他安排的。我作为举报人，毫无心理负担，把有些崩溃的眼镜男推了出去，随后凑过去观察起那受伤警员的情况。伤口有2处，一处在手臂，很明显是人齿咬痕；另一处是灼烧，在他的后背，正是我打出的退杀符干的。他昏倒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这一击。他身边有几个警员同样受了伤，我看到指甲划痕，不过那人并没有中尸毒的迹象。难道不是丧尸的串？我蹲下来。医生，他情况不太妙，你看看他瞳孔是不是散了？口腔呢？我听说昏倒的人容易被自己的舌头噎死。再看看手指甲吧，濒死之人手心冰凉，捂着他的手或许能好点。几名医护忙得满头大汗，一个护士忍不住发问：“你懂医术？”不懂啊，但我为人热情。收集到想要的信息，我拍拍腿起身。红瞳、尖牙、五爪，这个形象倒是和西方神话中的吸血鬼很像。但吸血鬼这东西不是最怕太阳的吗？我记得它比中国的僵尸还要脆，基本上就是太阳照一下就死，哪可能大白天在街头人五人六的。杰西卡还在审问眼镜男，眼镜男抓着脸，几乎是快要崩溃了。而医生这边不出预料，他们没能恢复死人的心跳，患者抢救无效，于2024年去世。杰西卡那边的审问因此停止，气氛略显沉重。在场警员12人，愤怒悲伤之余被恐惧笼罩。谁能告诉我山姆是被什么袭击的？为什么我一点动静都没听到，他就死了？我看到了，是一道光，它打在了山姆的后背上，这里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我也看到了，而且那会儿楼梯间好像有个人。队长，我们需要总部支援。艾丽看着我若有所思，眼镜男似乎也想到了什么，但见我瞅了他一眼，他把头缩了回去。杰西卡点头，沉重道：“收好山姆的遗体，我这就给总部回电话。”可刚要答，眼镜男惊恐：“是尸体。”我抬脚按在诈尸的山姆头上：“没事，我还顶得住。”你干什么？快把脚移开，你个肮脏的黄猴子！啊，他好强，这就是上古尸圣吗？我顶不住啦！我拔腿就跑。山姆，你还活着？那该死的庸医竟然说你死了，等你好了，我一定不放过他。他惊喜的就要去扶山姆，而这时杰西卡终于看出不对，别靠近他，他不对劲。枪响传来，众人大惊。山姆被打中大腿，他发红了眼，痛苦地嘶吼了声：“杰西卡，你干什么？他是山姆啊！”然而下一秒，受伤的山姆如狸猫一样跳起，跳到了他的头上。恐惧的惊叫中，枪声在响，3楼彻底乱成一团。我推开消防通道的门，直奔楼下。楼梯间很暗，我走了好一会儿才到了2楼。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，艾丽和眼镜竟然跟了下来。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丧尸？艾丽大喘着气，神色慌张中透着兴奋。我摇头，那不是丧尸。不是，那它是什么东西？杰西卡他们能打过吗？我估计是一种变种，很古怪，
不过楼上倒是不必太担心，他们对付的那一只在变种里都只能算是最最烹。楼层塌陷，山姆浑身长满疙瘩般的肉瘤，他发狂般砸着地板，地板很快出现裂纹。我嘴里的2个字低等咕咚咽了回去。他身上有好几处伤口，显然遭受了非人的折磨。好在他就是非人，也算是专业对口。杰西卡等人灰头土脸地爬起，人人恐惧。我只好掏出一道符：天地同生，环形本真，邪煞凶灵，为我执金，扫秽除愆，护我生灵。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去！一指点出，符箓闪出，封住了山姆眉心。山姆发红的眼睛呆滞，怔愣地站了起来。你做了什么？杰西卡不敢置信。我开口道：很难给你解释，但有一点你需要知道，这楼里这样的尸人还有不少，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东西是人为制作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投毒？死的黑人老板？我耸耸肩，不知道，我刚从小黑屋出来。杰西卡还想再问。轰！楼下传来震颤，楼道灯光同时熄灭，恐惧惊叫声，尸气从楼底翻涌而上，诡异来袭。有脚步声从楼底下上来了，不会又是这种尸人吧？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放我出去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试着安慰大家不要怕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有手电筒。手电筒打开，隐隐绰绰间，气氛更加恐怖。砰！窗户玻璃破碎，几个穿着太平间寿衣的尸人嘶吼着冲了进来。人群惊叫，我一脚将最前面的人踹了回去。眼镜这会儿终于信了，大喊：对，你是茅山道士，快救我们啊！我没理他，楼道里也有尸人冲了上来。太平间明显已经沦陷了，不过好在这种快速催化出来的尸人实力很弱，真要拼命，一个成年男人也能放倒他。我躲开另一个尸人的一抓，捏起手印：邪煞凶灵，为我执金，扫秽除愆，护我生灵。山姆上！变异的山姆肩膀耸起，一跳撞飞了我面前的2个尸人。他力气极大，远比普通尸人强悍，大手一拍就能将尸人打飞数米。艾丽惊喜地说：这只尸人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也疑惑，明明是前后狡诈的尸，山姆怎么强出这么多？楼梯口也有尸人冲了上来，人群惊恐，四散而逃。杰西卡想控制局面，已经是控制不住。我让山姆去解决楼梯口冲上来的尸人，可他刚转身，一个尸人突然从他身后的窗口跳了进来，狠狠地将他扑倒在地。那尸人脖颈上长满了肉瘤，胳膊粗大，竟就是我之前踢出去的那只。我头皮发麻，这咋也进化了？朋友们，敌人进步很快，我觉得是时候改变战术了。来，我教你们打游击。首先第一步，分兵作战，我先走了，大家各自保重。2尸人还在厮斗，楼下还有尸人涌来，我转身就往楼上跑。眼镜急了，不是，你不是茅山道士吗？快把这些东西解决呀，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吗？艾丽机灵，关了视频录制，赶紧跟在了我的后面。杰西卡速度不遑多让，留下眼镜终于反应过来，哎，等等我呀，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。这座医院建筑结构很完善，有4条消防通道以及8座电梯。我一口气上到5楼，转了个方向，从另一条消防通道下楼。艾丽还跟着，杰西卡没有跟来，她要去找她的同事们。我只得提醒你，如果能把人收集回来，就占据一间病房防守。这些尸人模样恐怖，但只要不被他们咬住，普通人也可以对付。杰西卡喘着气问：你要去哪？我头也不回地道：太平间。艾丽还是决定跟我走，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眼镜竟然也打算跟我去太平间。我很欣慰，并十分有计划地把他安排在了最前面。眼镜兄，这可不是我打击报复，而是我看你面相隐隐有大气运傍身，是100年难得一见的鸿福齐天之人。只要你在前面探路，我们绝对会一路畅通，逢凶化吉，百邪不侵。眼镜有些腿抖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别是骗我。我拍着胸脯道，我以当代茅山掌门人的身份发誓。眼镜咽了下唾沫，快走，不然我俩不带你玩了。别，终究还是跟着我有安全感。眼镜抓着楼梯向下走去。3楼还在干架，尸人的嘶吼声不时传来。不过渐渐，山姆独木难支，打斗声开始变弱，慢慢消失。尸人开始上楼，眼镜也听到了，怎么办？他们不会从这里上来吧？我瞪了他一眼，那你还不快点？等下10个肉瘤子大汉围着你圈啃。眼镜浑身一颤，赶紧向下跑。他嘴里念叨着：我鸿福齐天，一定没事，一定没事。很快就下到了3楼。2楼是人最多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在3楼绕一下，从西南角那的楼梯下去，这样肯定能避开大部分尸人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艾丽看向我，我竖起大拇指。果然是大气运傍身的人，你这么聪明，我们肯定能逃出去。眼镜听到鼓励，更加有信心了。走！一马当先，拉开楼梯间的门就跑了出去，向西南角跑。他高兴道：这里果然没人，声音都很少，快来！然后一脚踩空，人就从我们眼前消失了。艾丽一愣，他说啥？我也懵了，小心翼翼地拿起手电往前一照，一个大洞，
正是之前山姆砸他的地方。而往下，2楼同样被砸塌，应该是山姆和诗人群干架弄他的。眼镜可能都掉1楼了。乖乖，不愧是厄运临头的男人，走路都能跳楼。艾丽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他不是好运的人吗？好运个啥？全楼除了死人，就他最倒霉了。我紧了紧鞋带，向后退了一步。等等，你干嘛？你不会要跳下去吧？我轻轻一笑，不跟上他，怎么提前见 boss？ 先打怪，我打他老了。一步跳出，我笔直跳了下去。湿气浓度在增加，我手里的一张符扣在手心。阴影里的小鬼，你茅山爷爷来了。晨曦落地，面前穿着梅紫色宫廷礼服的男人正单手提起昏迷的眼镜。见到我，他苍白英俊的脸微微变色。凡人，我一个熊孩子似的下边腿直接撂倒，然后上脚就踹脸。打扰我赚钱，打扰我赚钱，打扰我赚钱。吸血鬼了不起呀，有钱你牛逼啊，起来你打我呀！啊！吸血鬼暴怒，我一脚踹去，猛然感觉脚下一空，数只蝙蝠从我脚边窜出，飞出后重新化为人形。该死的凡人，你竟然敢对伟大的温克伯爵动粗，你简直罪无可恕！温克伯爵发红了眼，脸上肌肉愤怒地纹起。我松了松脚腕，别扯那狗屁，你是冲我来的吧？从街头派来的那黑人老板到袭击这座医院，你找我这么多麻烦，我还不能踹你2脚？赶紧说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本掌门不打糊涂仗。楼道就此安静，只有温克伯爵粗重的呼吸。然而他闭上眼，很快竟调整好了呼吸，又表现出中世纪西方贵族一贯的优雅。真是好想再踹他2脚，刺激他。人类，你怎么确定我就是来找你的？那我走。我转身就走。站住！温克伯爵情绪再次不稳。我抱着手臂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手里还夹着符纸在他眼前晃悠。主打一个核威慑。艾丽这会儿从楼梯跑了下来，不愧是命好的女人，脸上连点灰都没有，不像那倒霉的，脸杵在灰里，我都怕她淹死了。我伸脚给她掉了下头。艾丽赶紧到我身后躲着，问：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他真的是找你的吗？我瞪眼，那不能是我倒霉吧？谁家孩子天天哭，去哪都挨打。温克似乎也意识到我不好惹，开口：中国人，你身上有股奇特的味道，告诉我你最近见过谁？我可以放你离开。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傲慢。不过问我接触了谁，我能告诉你，我跟着传说中的始祖银钩在夏威夷要了2天饭吗？所以你就是因为那气味来找我的？可以这么说，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放你走，不然你会见识到温克家族真正的力量，还有高手。我心里一咯噔，慢慢收起手里的符纸。如果我说那气味可能是个人，你怎么说？温克眼前一亮，对，就是个人，他在哪？我招了招手，有手机没？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。打电话？这么简单？温克一脸不敢置信，似乎不相信能这么轻易就见到银钩。对，有手机没有？我又招了招手。温克表情突然尴尬。没有，我不会用。我睁大眼睛，你多大人啦？不过突然想到什么，我反应过来，这家伙可能还真是老古董。艾丽这时小声提醒，手机里有银，吸血鬼用不了。我眼前一亮，对呀，我可以用银对付我姥姥。我连铜都买不起，第一个想到用银对付吸血鬼的到底是个什么毫无人性的家伙。艾丽疑惑，你怎么突然气冲冲的？我哼了声，我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。温克这会儿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对着黑暗中突然拍了下手，而我这时才注意到那里竟然还有个人，而他背后的阴影中10几个刚赶来的吸血鬼或坐或立，正盯着我，还真是拖家带口的。最前面是个管家打扮的老人，他听到温克拍手，一步步走了出来，然后从上衣口袋取出了一部手机。我看着他，人类。老人颔首见礼，狼人乔顿，维尔德见过2位美丽的女士，希望2位女士能帮伯爵大人救回他的父亲。温克家族不胜感激。救他父亲？乔顿，你怎么能把父亲的事告诉他们？老管家低头回道，这位来自东方的客人并不是一般人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坦诚相待，才不会变成敌人。他算什么客人？这简直是在侮辱我的姓氏。我摆弄着手机，这么说你玩这么多把戏，害死这么多人，就是为了救你的父亲？那你们可真该死啊！温克伯爵寒声道，这不是你该考虑的，把那人叫来，我可以放你离开。你就是不了解我，不然开局你就应该给我电话了。我拨出了电话。喂，叔，吃饭没？这里有个蝙蝠怪说想见你，拽得不要不要的。实力？跟你比就是个矬子，不过很嚣张。有多嚣张？我看了眼温克，他说要跳起来朝你膝盖上哈气，让你得风湿性关节炎。行，我先奏着，你慢慢过来。放下手机，我说搞定。你爹肯定感谢你8辈祖宗。温克脸上浮现喜色。我看向左右，继续道，而且我看这医院里湿气沉沉，你爹应该也在这吧。温克心情很好，狼人乔顿没来得及阻拦，他便点头承认。自然。
我父亲要立刻见到那人。我点头，笑道：那就一会儿见。我转身上楼，乔顿立刻挡在了我的前面，速度之快让我不由得啧舌。这家伙不好对付。他笑着，眼眸却是寒潭般幽冷。李小姐，还请留步，让我温克家族略尽地主之谊。乔顿，你拦着他们做什么？难道他们还能离开这里？温克笑容满面。他说的并不假。如果这时有架无人机在室外，所有人就能看到医院楼墙外攀爬着的近百尸人。我无害般耸耸肩，伸了个懒腰，从乔顿身旁走了过去。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。艾丽赶紧跟上。上楼，我打开手电筒，就在楼层间闲逛了起来。尸人已经退到楼墙外，整座医院大楼相当的空旷。艾丽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不会真等你朋友来救他的吸血鬼老爹吧？我却是一拍手。坏了，忘了把眼镜带走了。艾丽也想了起来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赶紧去救他。我向前走去，算了，谁还没丢过眼镜呢？艾丽一想也是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谁知道呢？实在不行就打一架，要打不过，你不是有管博主吗？赶紧上去问问，当地有没有啥驱魔师、巫婆的，就你们那个康斯坦丁，让他抽2口烟，赶紧出来管管。艾丽瞪大眼睛，真有驱魔师啊？康斯坦丁？有啊，不然你们西方不是乱套了？我回答着，笑着从他脖子上取下一个吊坠。伊斯塔利亚十字架，好东西啊，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你要干嘛？我笑道，我就说你命好，这么好的宝贝，借我使使。我收起十字架，顺手又拿了瓶葡萄糖水，喝了2口。差不多了，我要去太平间。可是有那个吸血鬼在，我们怎么下去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我取出最后一张符，又拿起十字架吊坠甩了甩。出门，我嘱咐艾丽去楼上找杰西卡。随后我不紧不慢地下楼，走楼梯去太平间。只是没到负1层，我就被拦住了。狼人乔顿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的前面，一只手拦在我面前。客人，伯爵大人似乎没允许你下楼。我拍开他的手，又抖了抖土。他身边还有个年轻吸血鬼，脸颊消瘦，黑眼圈浓重。看我时上下打量，眼神隐血。东方的灵修，看着不错，就是不知道滋味如何。我上去啪的就是一个嘴巴子。年轻吸血鬼被打得头都一摆。我气愤的像是刚挨打的是我。你个混账东西，姑奶奶带人去救你爷，你竟然在这拦着，你想造反呢？年轻吸血鬼大怒，想动手，却是被没拦住我的乔顿拦住。安诺少爷，别冲动，伯爵大人需要他。他气急，盯着我，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？我好奇道，你妈没告诉你，还是他也不知道？啊，他还是冲动了。乔顿立刻拦住我，趁着他的手被抓，上去赶紧又是一个耳光。清脆的耳光让乔顿都是一愣。抱歉，我们国家讲究对称美。安诺疯了，像没打狂犬疫苗一样。而就在局势无法收拾的时候，温克伯爵赶到了。安诺，你在做什么？安诺气愤，还想说什么，但当看到温克伯爵的眼神时，他咬牙扭头走了。而温克盯上了我。李小姐，能不能解释下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咳嗽一声，郑重道，迷路了。温克伯爵面露愠怒，但我又想到温克家族的老伯爵在这里，我想我必得去拜访一下。你想去见我父亲？温克面露异色。我不行吗？你让我找医生救你父亲，人我找来了，你却连病人都不让我见，合适吗？温克，不行，等那位来才能见我父亲。那不治了。我转身掏出手机就打电话。不可。温克又急了。行，就让你见。我转头，那就说好了，不是我要见，而是你硬要我见的。温克额头青筋暴起。原本我还以为我们能成为朋友。我笑道，是啊，原本世界人民都可以成为朋友。美国贵族并不能理解我的话。请道路让开，我背着手一马当先，走在了最前面。湿气浓度在慢慢增加，到太平间门口已经有尸亡水平了。而以吸血鬼超高的智商以及诸多手段，这头吸血鬼伯爵相比僵尸王会更难对付。好在我为人正直，知道提前来打好关系。有温克家族的人守在这里，见我很是警惕。温克伯爵一示意，这些人才把门打开。我看去，太平间停留的死人遗体已经全部不见了。正中间摆着一尊年代久远的黑木棺材，鲜血构成棺纹，浓重的湿气正是从它里面传出。我招手让温克过来。你家老爷子不是生病了吗？这怎么能把人放棺材里？病人最需要的是通风。来，把你爹抬出来，放阳台。温克伯爵大怒，你根本不是来给我父亲看病的。他伸手就来抓我，我闪身躲开。抓住他！温克下令，所有吸血鬼立即向我扑来。我不救了，掏出手机就打电话。你……温克红了眼，他一时半会抓不到我，很难阻止我。半晌憋出一句话，那手机是我的。我抬头，你说话不要丧良心，我本来是打算救你爹的，把我叔都叫过来了，刚才还给了专业的救助意见，你不听，怪我喽。
温克伯爵咬牙切齿：“我们有我们的救人方式，只需要那位过来就行，不必你多嘴。”我笑了：“是啊，只要我叔来这就行，毕竟你们不就是想利用我叔，让你们一族进化吗？”温克面容顿时僵住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向左看去，抬手一指，指中了人群最后一个黑人吸血鬼，正是之前死在我摊子上那个黑人。他皱起眉头，并不想让我发现。你就是第一个发现我叔的人吧？让我猜猜，应该是某个晚上，你碰巧遇到了我叔，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之后你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异，你不再惧怕阳光，能在太阳底下行走，你高兴万分。而这件事也很快被你的族人们知道，他们迫切地想变得和你一样，发疯似的去寻找你所说的男人，但你们一无所获，因为打死你们都想不到他竟然在夏威夷沙滩上晒太阳。最后，也就是在今天，你突然在我身上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你想带我走，拷问我那个人在哪里。可那个时候偏偏是个白天，你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对手，也不敢光天化日下强行将我带走，所以你们设了这么个局，将我带到了这个地方。不得不说，你们这些贵族有些能力，但你们从头到尾搞错了一件事。马丁推开身前的人，被拆穿计划，他眼神很阴雾。我搞错了什么？我转身走向太平间中央的棺材，把我带到这里，你们试图从我身上的气味发现进化的秘密，于是你们派了那些诗人来进攻我。但你们发现不对，因为接触我的诗人仅仅只是长出了些疙瘩，力气变大了而已。你们并不满足，可能继续寻找那个男人。于是你们向我提出了要求。马丁冷声发问：“这样不好吗？我们救人，你也可以安全离开这里。”我失笑：“拜托，我又不是你们大餐的配菜，搞这样还害死人，我会很生气的。”马丁冷笑：“所以呢？”我看向棺材里的老伯爵，他身形枯瘦干瘪，尖牙狰狞，早已沉睡。可只需要一点血液，这个家伙就会站起来，重新变为一头吃人的野兽。我笑着说：“看样子你们的老伯爵需要一点水分。”我取出怀里兜着的一瓶水。马丁抱起手臂嘲笑：“你想用那瓶葡萄糖水做什么？我劝你老老实实待着，等那个人来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”我抛了抛手里的葡萄糖水，这的确是一瓶普通的葡萄糖水，不过加点佐料，它就会变成特别特殊的美味，比如加点老马家的满口香蕉盐，热热的菜籽油。马丁皱眉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我举起瓶子，笑容开始阴险。当然，最好的配料还得是瓶子里这块伊斯塔利亚十字架，毕竟加上它，这就是圣水。马丁，温克伯爵齐齐变色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住手！我哈哈笑着，一把扯开瓶盖。灵魂之子，交给！满满一瓶圣水直接浇在了老吸血鬼的脸上，圣光爆发，老吸血鬼皮肉瞬间开始消融。啊！他惊恐睁眼，干瘦的肌肉震动，整个人狂乱冲破棺材，飞出了太平间。父亲！温克伯爵大惊，带着几个吸血鬼立刻追了出去。现场剩下马丁几个，他暴怒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趁乱已经溜到了另一个门口，听到他们追来，我转身一记掌心雷直直轰了出去。雷光迸发，吸血鬼大惊，当先中招的面目焦黑，痛苦跪在了地上。我自然没有乘胜追击的想法，毕竟伊达多，我受不了这个委屈。我指着他们威胁道：“别瞎追呀，外面可有月光，月光其实是太阳的反射光，相信科学，你们出来会被月亮晒死的。”我转身出门就往上逃。太平间，马丁大怒：“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追呀！”带着人又追了出去。我三两下爬到一楼，然而到这里，我已经能听到温克他们的声音。楼外月光下，老伯爵浑身浴血，他脸上的伤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，而他的旁边，一个追着他出来的吸血鬼被撕开了脖子，尸体倒在了地上。这个老家伙是靠着自己后人的精血活下来的。温克发现了我，父亲，就是他潜入太平间，袭击了你。不是说好了你硬让我看的吗？老伯爵已经看向我，他一只眼睛被烧没了，黑红色的独眼残忍暴虐，我要你死。他身化一只灰白蝙蝠就冲向了我，我毫不犹豫掌心雷伺候，雷音中灰白蝙蝠在空中一颤，重重落地。好家伙，这么狂，我还以为我圣水白浇了。温克急忙扶起他爹，重伤的老伯爵愤怒大吼。这时太平间马丁已经追了上来，连同温克等人将我包围了个里里外外。我也不慌，取出葡萄糖瓶砸碎在墙上，将里面的伊斯塔利亚十字架取了出来，手里甩着十字架，我走出了医院大楼。温克早已没了风度，愤怒威胁：“你已经逃无可逃，如果你说的那个人还不到，你的鲜血将是今晚最后的颜色。”我哼了声：“你还是小心你自己吧，被我踹过，小心长疙瘩。”杀了他！老伯爵忍无可忍了，一众吸血鬼立刻飞冲向我。我虚探一步，狡化阴阳八卦，太上三清，应变不惑，诸般邪魔，足孽魁罡，左扶六甲，右卫六丁，前有黄神，后有乐章，除魔驱恶，急急如律令。我一脚踩下，四面金光升起，六丁六甲，黄神乐章显化神形。现在将大局逆转吧！
我伸手一指，神兵杀出，吸血鬼瞬间胆寒。马丁大喊：“不要慌，这些古怪玩意儿不强，都给我上！”我压根不管神兵冲杀的状况，伸手取出最后一张符纸。第一次这么干，不知道行不行，祖师爷给点面子啊！凌空画符，灵宝天尊，安身形，弟子魂魄，五脏玄冥，青龙白虎，对仗纷纭，朱雀玄武，是为我真，净身神咒，急急如律令。符纸瞬时透出青光，这是净身神咒，道家用来为自身排三毒、滤浊气的法咒，可消除身业，安稳魂魄。而僵尸即天地怨气晦气而生，无魂无主，又尤其是其中的吸血鬼，性格贪食、傲慢、色欲，混杂不清。我老早就在想给他们净身会怎么样。净身青光一出，离我近些的吸血鬼立刻感觉到了不对。神兵冲杀乏力，毕竟只是一道神影，恨极了我的安诺第一个冲到我的近前，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道青光。他大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身体！我看向他，哟，长瘤子了！被我扇了几个耳光后，安诺脖子上已经长出了疙瘩，而被净身青光一照，那疙瘩竟是在慢慢变小。不过除此之外，净身青光好像杀伤力并不大。我并不失望，毕竟这本来就是辅助性符咒。安诺也发现了这一点，什么破光，原来根本伤不到我，给我跪下！他再次冲来，速度极快。别急，我还有这个。我左手中的伊斯塔利亚十字架吊坠向前一放，青光中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投影而出，轰在了安诺身上。砰！就像是被散弹枪击中，安诺惨叫倒飞而出，身上烟雾腾腾。我眼前一亮，这不就是康斯坦丁的黄金散弹枪吗？刚才是哪个在狗叫？所有吸血鬼胆寒。温克恐惧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快阻止他！我调转枪口就对准了他。砰！温克直接被打飞，不过距离太远，明显威力不足了。老伯爵人老经验足，大声道：“别靠近他，他那个武器攻击范围很小。”所有吸血鬼赶紧后退，慌张不已。我快步追了过去，吸血鬼吓得胆寒，惊恐四散而逃。老伯爵头发都立了起来，转身就跑。大局逆转了，我追着温克家族所有吸血鬼打，一照一个小朋友，跟发疯的刘备似的，路过的狗都得挨一喷子。没一会儿，温克家族的人已经死伤了大半，这还是我只追着温克伯爵和老伯爵打的缘故。有吸血鬼化作蝙蝠飞出了医院，温克也想逃，然而我远远的就是一喷子，威力不够打死他，但把他打下来却是绰绰有余。他惊恐怒骂，带着老伯爵最终逃到了门口。而全场唯一还有点反抗能力的，就只有变异了，不怕阳光的马丁，以及速度极快的狼人乔顿。马丁躲在石柱后对我喊话，他不怕阳光，但并不能完全免疫我的十字架青光炮。我们不是敌人，你没必要赶尽杀绝，放两位伯爵大人一条生路，温克家族会记住你的恩惠。我嗤之以鼻，早干嘛去了？早点跪下来跟我谈，我不就不动用核武器了吗？我一步步向躲在门口角落的温克伯爵两人走去。他们本想开门，但锁却在门口正中，一过去就会暴露身位给我。而也在这时，马丁突然惊喜道：“我闻到了那个人的气味，他来了。只要我在他身边再待一会儿，我说不定又能进化，到时候就不怕他的武器了。”乔顿，帮我拖住他。然而乔顿并没有回应。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安诺出声：“我不行了，快把那人带过来，我要咬开他的血管喝血。”我听得直啧舌，你是有种的，下去地狱，你们死神都得找你拜把子。马丁一咬牙，向着门冲了过去。我眼疾手快，一喷子直接给他打在了墙上。马丁痛苦呻吟了一声，而门也在这时被打开，完全像是自主的。原本大锁加挂的门在吱呀一声中频频地打开，一只修长的手伸出，挥了挥，便驱散漫天的烟气。长眉入鬓，伟岸的身躯踏入医院，琥珀色的眼睛一扫，万籁俱静。叔，我在这儿。我高兴地招着手。银钩看向我，是你呀，李相柳。旁边马丁赶紧开口，用蹩脚的汉语打招呼：“大锅，你吃了吗？乌斯你的朋友。”叔，这洋鬼子想蹭你的屁吃。我赶紧添油加醋给他描绘这群人的恶状，着重指着温克，就是他想带着这些人跳起来朝你膝盖上哈气，让你得风湿性关节炎。银钩淡淡瞥了温克一眼，随后伸手进了怀里。温克惶恐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能求助地看向马丁。而随后银钩竟走向了温克，所有人胆战心惊，连我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是一巴掌拍死，还是一口气吹死，还是要干啥？银钩声音有着莫大的威仪，他开口：“把他背下来，我就饶你不死。”他掏出了一本英语4级。我傻了，马丁也傻了，赶紧提醒温克，他让你把那本书背下来。然后温克傻了，我不认识。我一愣，探头看过去，只见封面上写着正正版版的4个中国大字：英语4级。嘿嘿，叔，他一个字都不认识。银钩低声笑了，既如此，尔等命数已尽。他伸开手，我立刻便感觉到周围空气一紧，而温克等人，整座医院的吸血鬼，竟同时在此刻飘飞了起来。因尔无用，今日收回尔等不死权柄。
所有吸血鬼惊恐，银钩手一握，天地肃静。所有吸血鬼倒地，尸体开始腐烂，化为灰烬。而他们磅礴的尸气如龙卷汇聚，刹那间消失在银钩手心。夜云同样被卷动，天空清澈，露出晴空星海。我看的都呆了，这就是帝君级别的实力吗？结束了吗？银钩想了想，还没有。转身对着医院大楼，警察，出来洗地了。脑子还没好。从医院出来，我又在警局晃荡了2天，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，我还是被释放了。当然，真正原因是藏在2楼的艾丽把那天的情况拍了个全，视频一发到油管，爆火一片。虽然视频很快被删除，但足以证明我确实是无辜的。而就在出警局那天，门口有人接我。我去，老板。顾叶小心翼翼站着，旁边是坐着椅子看小人书的银钩。那个，我在油管看到你的视频，过来接你回家。还有我。银钩放下书，淡淡道。